嗨，我来了。Hello， 嗨 ，Hello， 哎，今天又见面了。今天要做哪些服务项目呢？我们今天要做因为我快要1万公里了，要做基本保养换油。好，然后现在起步不像以前那么的平滑平顺，所以要轻个传动。好，然后顺便还有车阵巡检一下。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今天我们来做这个 NMBCU 的保养，它目前的里程已经来到就是9000多公里，就将近1万公里。目前所有在市面上卖的新车，或者是这几年法规下来，这些车子都属于是喷射的车子。那喷射的机种到了每1万公里，还有到15000公里之间，它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啊。那我们就是需要做所谓的大保养。那每一家大保养的项目就大同小异啊。不过它的主轴灵魂不失这个几个项目例如什么呢？我们一定会更换空气滤网，更换火星塞清洗喷油嘴，清洗燃烧室的积碳还有这个清洗节流阀这样的一个5项。那当然就是可能今天车主的时间上面不一定允许，因为这样做一次大保养需要到2个小时跟3个小时之间所以说通常我们都是会跟车主进行一个预约的动作，然后才会进行大保养的这个保养项目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就例行性先来做这个基本的机油、齿轮油的巡检更换那再来就是说也让大家知道说大保养它要做的时候呢有哪些项目，我们是怎么知道说它大概1万公里的时候是要做的。好，那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在漏机油的同时，我们就先来拆这个传动盖我们掌握一下这个时间。NMBCU 的传动它其实外观有一个传动的护盖，就是这块大块的塑胶护盖。那我们将这个大块的塑胶护盖先取下来，才有办法去进到里面的真正的传动护盖。好，其实 NMBCU 跟那个 DRG 他们2个引擎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其实他们的这个传动清洁跟保养是一样的流程。这都正常的啦对，这都正常。其实它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隔音的海绵，对，隔音的海绵。当这个隔音的海绵如果吸水了之后，就很容易产生一些那个水垢或者是一些发霉的东西在那边。那我们通常等一下在保养的过程中，我们就用牙刷稍微把它刷一刷，清一下这样子。对，其实那不是发霉，那是氧化铝。氧化铝，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这几只都长度一样，对，最主要都一样长对，就慢慢要下来了。好，可以，它下来了。这是空滤的那个对，空滤的主螺丝，稍微把它放下来。拆传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机油也漏干了那我们再来把它锁附回去。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锁这个机油螺丝的时候，都要去留意一下这个垫片是不是需要做更换。然后呢，原则上它如果有一些就是变形的，那我们通常都会再把它更换掉，然后再把这个平面，它如果上面有一些污垢，我们会把它擦干净。你这样锁回去的时候，它才不会有一些油气渗漏出来。其实不是漏油，它是因为那个不平，平面不够平均。那你这样子上面有一点脏东西的话，就很容易漏出来，就是有一些渗漏的油气好，那像大哥这个垫片呢，就是我们会顺手把它做一个更换，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清洁剂将这个平面把它洗干净。那当然用久了之后，这垫片一定会有所磨损它这个只是一个铝制的垫片那我们就会把它利用它变形来对增加它的吻合度。好，那我们就换上一个新的垫片。是这样子。好的，我们更换新的垫片上去。其实齿轮油的螺丝也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就是更换新的垫片上去，或者是我们在锁回去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一下它的那个垫片是不是已经磨损掉。大部分都是会做更换如果说就是
它的那个垫片没有换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它旁边那个污垢哦，或者是一些尘屑，导致它一些那个机油的渗漏或油气的渗漏。那有网友说这边有时候会油是怎么回事？哦，那齿轮油的部分，它那个地方会油，也跟这个垫片有相关性哦。如果说就是这个垫片比较磨损了哦，或者是没有换哦，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平面上面有一些污垢，那也很容易造成像这样的一个油气泄漏。所以说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去看，它如果只是一层湿湿的在那边，好，没有像流鼻涕一样滴下来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把它洗一洗，然后更换那样一个垫片。那像大哥的这一台，我们将镜头带到那个齿轮油的泄油螺丝，我们可以看得到齿轮油泄油螺丝这边摸起来其实都是干的哦，都没有那个任何的油垢，顶多灰尘而已。所以表示说它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就是泄漏的，那垫片也是很吻合在那个平面上面，所以因人而异啦齁。对，当然修车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会依据它的实际状况，然后去做调整。我本来想问说你们有没有 5W30 的5W没有，原厂没有做530的，市面上有啦。而其实以曼巴的车系啊，你就是用这个1040或者是540的就很够用。上次有换吗？上次没有换齿轮油。对，没有。这是最新的三洋齿轮油，是 10W30 的。对，它这样子就是用这种看起来很稀的齿轮油，但是其实实际上搭配它里面的那个齿轮的配比然后它这样子骑起来，它的起步啊，然后还有顺畅性啊，都会很好。哦，那个螺丝孔的那个清洁。好，那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特别去寻那个胎压。那我们胎压在打的时候，以曼巴的车系来讲的话，后轮冷胎压的时候，通常客人骑热来我们就稍微在换油的时候，它放冷了之后，那我们胎压在后面是打30 psi， 然后前轮是打28 psi。你们前面打27吗？好，当然我喜欢稍微低一点。对，好的，27。好。再来就是我们会特别去寻曼巴车系上面刹车来令片的这个厚度。那像这个就是后轮比较不容易看，那因为我们这都要特别去照光，然后从里面去看它那个厚度。那像它这个厚度来讲的话，它因为毕竟车主使用的习惯啊，它没有急吹急刹，那它的那个刹车皮来讲，目前看起来还有8层的厚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轮。这个时候呢，其实啊，以一台摩托车用到就是快1万公里的时候，它的后轮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大部分都在8000、9000，如果比较急吹急刹的人8、9千左右也差不多该换。那我们换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很多人呢都会说，老板这个还蛮深的可是老实说，轮胎旁边的这些深度啊、刻痕啊，是用来让我们比较跟判断的。因为你怎么骑车都不可能倾斜的骑车，这里要磨到的频率是相当低的，顶多你压弯。对，那我们判定的标准在这个轮胎上面，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 TWI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记号，往这个水平面往这边找，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刻度点在这里。你看这样的一条就是刻痕，里面有一个四方形的小方块。它已经跟它磨齐了切平了这样的一个平面，我们来找下一个点。你看这里也是磨平的，还有这个点也都是磨平的，表示这个车主的后轮已经磨到了临界线，这个安全线已经到了。那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要做更换。
哦，那如果说再继续磨下去的话，那就是用生命在骑车了，因为原则上它里面的那个钢丝线啊，哦就会被慢慢磨出来，这样会有爆胎的危险。所以它这个中间快没胎稳的话，它排水性也变比较差。对，就比较容易在下雨天的时候打水漂的一个现象。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前轮，我们将镜头带到前轮。前轮的话，它的那个刹车皮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其实它还是有大概7成的厚度。那前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安全界限的点也差不多快到了，剩那么一点点。所以老实说啦，就是以这个车主的使用习性来讲，大概在1万公里的时候，这个前后轮刚好也做一次更换，2个一起换哈。对，有些人他反而前轮用的比较多一点点，可能到12000、13000。那就是看个人的使用骑乘的路线，还有有没有常常急催急刹。那这样子相对而言，就是这个轮胎的寿命，它其实有时候它的 range 还蛮宽的。有些人甚至我有遇过5、6千公里就要换轮胎了。为什么呢？就是他比较喜欢就是急催急刹甚至去跑山压弯这样的一些就是操作模式。那这样相对而言，轮胎的寿命上面自然而然就会再短一点。那你如果只是中规中矩骑车上下班那我们就是顺顺的快红灯了，我们就是滑行放油门滑行过去，再等待你的轮胎的这个磨损上面，自然而然还有刹车皮的磨损上面就会变得比较寿命就比较差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以这个车主的使用情况来讲的话，它的前后轮是已经到达要更换的这个时机了。好，我们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机油已经更换完成，然后也把机油都就是灌回去了那机油灌回去之后，我们在这个油尺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稍微检查一下它的机油量够不够怎么检查呢？可是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不知道，这个车子其实要检查机油量的时候机油尺拉出来，我们看了一下它上面的刻度，它其实是1公升的机油交换量。好，那这上面会有油尺，仔细看，在油尺的那个上面有 H， 然后下面是 L， 就代表 high 跟 low。那我们原则上就是加进去机油的时候，都大致上是在 high 这个位置，也就是加满的状态。那我们就会把它擦干净尤其这上面有一个油封，就是这个油圈橡胶的那个橡胶油圈。那我们就会把它擦干净，以免就是骑乘的时候，它因为压力的关系，油气慢慢就是渗出来。那你要测这个油量的时候，车子是在静止的状态，中柱要立起来那如果平常就是要测也很简单，你把车放置隔一天冷车的情况之下，中柱立起来的情况，把油尺先拿出来擦干净完全干的情况之下，我们往下插入，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不用锁放进去之后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沾湿的部分就刚刚好在 H 的部分原厂的机油一灌进去就刚刚好是1公升的这个量，所以说这个刻度也是蛮准的那就是不要说我们要测刻度的时候，很多人都傻傻再把它往下锁了之后再拔起来那这样刻度就会超过这样很容易误会说就是我是不是加太满？其实没有，只有插进去，对，只有插进去量一下而已，因为它就是一个油标的量尺而已，并不是要你锁进去，就是做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好，OK， 来，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就是传动的部分。来到传动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目前来讲，很多人都一定会了解这个传动皮带在原厂的规范里面，每2万公里一定要换皮带所以说就是原则上在1万公里的保养上面不一定要换皮带，除非这个人骑得非常的暴力，或者是说他有改装这个传动，不然原厂的皮带其实大致上是落在2万公里去做一个就是建议更换的里程了那当然就是你说会不会再提早一点，那就要看客人的使用情况，比如说他都暴力骑乘，动不动都是猛吹都在盯那个极速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是在就是1万多公里的时候就开始有劣化现象。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呢？我们先把传动拆下来。好，我们将传动拆下来，像刚刚车主有提到，就是说它骑一骑变得比较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主，这叫做这后面这一组叫做离合器不是刹车皮很多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叫刹车皮，这不是，这是离合器
那离合器在就是驱动的时候，它这上面的3片离合器片会甩开，然后跟这个外面的传动的外套，我们俗称传动的碗弓会做结合，然后去带动这个轮胎。你看哦，如果我们在带动轮胎的时候，其实它这个是跟着转。那当然，摩托车发动的时候，它前面那个速度上去，曲轴这边是曲轴，速度上去之后会带动那个3片离合器片，然后跟这个碗弓做结合。那每次结合的时候，总是难免会有尘屑在上面。然后像这个车主其实使用习惯还蛮就是平均的，他没有爆吹爆刹车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很平顺的在骑车，所以它其实里面的粉尘的分布都很均匀。那当然一定会有粉尘，因为毕竟这个皮它磨下来就是会有粉尘。那有些人呢就是说，这怎么会顿顿的？当你骑乘的这个车的路线每天早上都在走走停停都在时速20、30、40之间徘徊走走停停的时候，你这样尘屑就会累积的特别快，毛比较多，对，那个膜就会磨下来的粉就特别的多，甚至很大块。那久而久之就是尘屑如果刚好掉在这个上面那你这样子在骑的时候怎么顿一下，那就代表它打滑抓不紧。那也要看你平常使用的这个路线范围。如果说你都顺顺在骑，没什么走走停停的状况来讲的话，这是 OK 的，就粉尘不会累积那么快。那你如果常常在走走停停的时候，粉尘就会累积很快甚至3、5千公里就开始会有那种抖动啊、顿顿的感觉。再加上，老实说，现在这个3块皮的这个材质，因为法规的关系，它没有办法再使用像以前的那种石棉的材质，毕竟那是致癌的，这国际上面认定是致癌的材质。所以都改用一些新的复合材质，所以说就是没有像石棉那样子会有就是降噪音或者是粉尘比较不容易蓄积的一种就是特性。但是有时候就有一好没一好啊就是有好有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换了这种环保材质，但是它的这个尘屑累积上面就比较容易大块一点，会造成抖动。可是因为早期的石棉会致癌，所以就没有再使用了好，再来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前面的普利组，把它打开来。皮带呢就是顺利拿下来我们就把它翻过来看。在这个皮带里面的这个每一个沟槽，对，每一个齿，它其实目前是不会有裂痕的。如果在这个1万多公里就有裂痕的话，那我们就要访问一下客人的骑乘习惯了那所以这个皮带还是在就是合理堪用范围，那我们再把它折回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续用。好，前面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普利组，它这个里面呢会有3块滑件颜色不一定每一个车子不太一定，然后里面打开来，它总是粉尘在里面跑，它就是互相蓄积那这个里面就是普利珠子，那这珠子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沟槽，我们都会打开来看一下有粉尘我们就把它清一清。那清完之后，骑起来的顺畅度就恢复到跟新车差不多的感觉。那我们会特别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因为毕竟这个是铝合金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去检查看看它摸起来有没有凹陷或者是磨得不均匀像珠子它有没有就是失真圆，我们就会看一下其实有骑车一定有磨损。你像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珠子，你看我们这样子转，大部分上面都平滑，可是你会看到这边会有1损2损，表示它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磨损当然还是堪用的情况。那如果说它已经摸下去就是一个平面的角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造成说它也会抖动的问题。有时候抖动不是来自于后面的离合器而是这个珠子它在就是离心甩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已经磨损了，不是很平均，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在滚动的时候，那也会造成抖动的现象。好，那再来就是那到时候连皮带一起换。对，你可以留到2万公里的时候。好，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粉尘我们就做一次清洁。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拿出我们御用的牙刷来把这个粉尘清一下。好，那我们开始洗。现在看的是碟刹清洁剂，我们把里面的粉尘就是大范围的先洗一遍，然后再来我们就把这个碗弓
哦，里面的粉尘先刷一刷。来，我们先刷一半，很明显看得出来，哦，这边有刷过的，就开始粉尘，就是有这么多。那我们就整片开始把它刷下来。哦，其实你不刷，你们没有感觉这个粘在上面，在上面的东西，哎，粘在上面的。可是刷下来之后，哦，就感觉很多。对，好，都黑黑的。好，来看一下，是不是就很多啦？好。这缸里面看到有很多粉尘屑屑。对，然后我们就是，其实最好用的工具就是牙刷。哦，清过的时候，你看整个都亮起来，有没有？好，掉了晾干一下。这里面也会吸附在上面。对，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照标准的流程，然后把里面可能会蓄积到尘屑的每一个角落跟地方都做一个清洁。当然这几年我们都很着重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啊那所以说其实这种东西这里面的粉尘有的部分小到像 PM2.5 这么细，那我们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把它收集下来，不要说用喷枪去把它吹一下那这下子不得了，大家都一起吸进去了。那我们就靠一些清洁剂把它就是洗下来。好，来清洁过后，这离合器的总层就干净了。好，那我们放在这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普利珠，一共有6颗，少一颗都不行。好，少一颗是车子没办法动那我们把它洗一洗，弄干净。来，我们把1颗普利珠放在上面，我们把它上面，就是你总是它在上面摩擦滚动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些就是黑黑的像烧焦啦，或者是跟粉尘融合在一起的这些尘屑。我们把它洗干净，让你看出它原来的样子。当当，那我们抓一个没有洗的，就差很大。对，这是刚开始正要洗的，就比较黑，比较脏，要跟粉尘融合在一起。好，那我们就把它擦干净。我放这边对。它真的有一个凹比较明显对。好，珠子都清洁完毕了。是它滑件跟那个叫做这叫什么？压板。压板。对，库里组里面的压板，它里面的一些粉尘，那我们把它擦一擦，洗一洗。所以滑件通常会跟普利珠一起换吗？不一定，要看使用的状况。如果就是滑件的话，它是跟皮带一起换的。对。它的用久也是会有粉尘在上面，我们把它刷回原来的样子，刷掉就好了。对，这塑胶的而已。好的，装回去。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把它往回装。我们可以看得到清完的传动里面的它这个空间干净许多，很大它黑色是喷漆是吗？对，其实引擎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喷漆，也算是蛮细的啦，做到这样。有些好像连喷漆都没有。对，有些就维持它原来的那个就是原色。
哦，皮带也要擦一下。对，皮带它的接触面，我们也会把它擦一下。对，避免这边有那个比较细的粉尘卡住，然后降低它的这个传动的效率。然后皮带还有方向性，对不对？有，我们就会把它的方向性由左念到右，哦，然后我们就是照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做一个安装。那请问一下，这种车有人装起步垫片这种东西吗？有，可是因为它本身动力就大了啦，它效果起步转速就高了。对，其实效果不是这么明显。对，反而是就有些人要追求那个动力，就直接改装了。哦，你说传动配比就直接改了？对，就直接改了。好，我们发动一下，让它定位。哦，它这样转起来的顺畅度，看起来就很 OK。好，最后我们再把传动盖盖回去。所以下一次是2万公里。是的。那每次清传动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去看它这个垫片，像它这个有破掉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了。我有时候就是想要小心一点，帮客人省，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能够省得下来。它如果刚好破了，你就只好要做更换。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一块防水垫片做一个就是修整，然后做更换这样子。表面先整平。对，表面先整平。有时候幸运的话，下来整片没有破，我们就续用，然后反而就是帮客人省一下这个垫片的费用，这样。哦，这个面也要整平。对，都会的，这样才会平均。哦，这边还有一个轴承哦。对，它的那个离合器的那个后轮的那个轴承，跟着这个轴心在对应，它这样比较不会偏摆。使用上面这个在齿轮箱传出来这个就是动力的效率才会漂亮。所以那个也是2万公里要换吗？还是不用？看状况。看状况，那个轴承不一定哦，还上胶。对，我们让它就是比较吻合在这个上面。这胶什么胶？垫片胶。哦。我们还银色。对。这算插销吗？对，它的插销。哦，有插销就比较好定位了。对，这样才不会贴歪。哦，一次完成哦。最后再将传动外盖均匀的锁上。好，完成。再来，我们就清洁一下这个上面的那个氧化铝。好。塞进去就可以了。对，这个就很单纯，它只是从前面那个吸自然进气吸风过来而已，然后让那个这个是车台的管子，所以它是 U 型管到另外一边进来了，它就是自然进气。好可爱。对，没错，是这样。让我想到有一个网友把那个另外一边塞起来啊，没关系啊，因为车台是通的，它可以从其他地方再进气，是无所谓。哦，原来是这样子。对。
因为在车台骨头里面它是空心的嘛，这样相对而言就是它其实里面的空气比较不会那么污浊，也可以确保就是异物不会从那个地方进去到传动里面。最后再上我们的传动外盖。那这螺丝好像都一样长吧？哦，对，颜色不一样而已。好，大功告成。好，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NBCU 清理传动的部分，还有一些例行性的保养。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想要再多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判定这个大保养要做。那譬如说我们在判定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基本的，我们会去看这个车子。它在车厢里面那我们一般来讲，它其实里程到了，就差不多是要做那个项目。即便我们不把它打开，特别去看那个地方，一定是比较脏的，那个地方就叫做节流阀。节流阀。那我们如果要其实平常我们大家在跟大家讲，为什么它的里程是落在10000公里到15000公里？那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根据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跟统计，它其实在这个里程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脏。那可是有一种情况像妈妈买菜那骑得很慢的，走走停停的车子，它可能7、8千公里，那个地方就特别脏了。那越慢反而越容易脏。对，你越容易就是在那个地方积的非常的多，就是积碳。那个地方就是节流阀上面的一个就是步进马达。好，但是在这个地方那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非常的脏。那我们就是要做大保养的这个项目。那个好像是胶一样。对，它就是像油胶一样。好。那我们来打开来证明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说，在这个里程上面需要做好，在节流阀上方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步进马达，那我们会把它打开来特别看一下。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黑的如果它洗完之后会跟这旁边一样是银白色的，那其实是有一些油胶在这上面。那只要到这个里程来讲的话，这个地方都会特别黑。那如果说它又是走走停停、骑很慢的人，那个地方的油垢会更大一坨，然后黏黏的在那里。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里程为什么要做大保养的一个原因。虽然说好像老板你怎么都不用特别检查就会知道嘞，那是因为经验值，不止经验值，还有就是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每一台车到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它这个地方就一定会脏，没有脏是蛮奇怪的，就好像说妈妈的除油烟机用了1整年，它的那个油垢、那个油杯就必须要做更换或清洗，是这么就是一个原因。你有使用就会有累积啊。好，那我们就先把它锁回去，然后让车主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是要做大保养的一个判定点。等一下，我顺便看一下我的这个是什么型号？电池是那个7B 的型号，7B 的型号，这是7B，对，这是7B。好，那我们把它盖回去咯。来，那请问电瓶适合换锂电瓶吗？锂电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因为市面上的锂电瓶的品牌种类相当的多，也复杂啦，贵的锂电瓶一颗来到1万块，那便宜的也有甚至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数字，可是那就交给消费者自己去判定，说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使用。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刹车油是不是要做更换？原厂其实大概落在15000公里的时候，会建议大家去更换这个刹车油。那这个刹车油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去特别去看，因为毕竟它是做透明的油杯，那我们可以看它的那个清澈度够不够。如果它清澈度还蛮够的话，我们不会立即性的就是跟客人建议说要做更换。一般来讲我们还会再搭配一个就是那个里面的水分含量的一种测定剂，去测定说到底它里面的水含量如果太多的话，会影响到刹车力道，然后要建议就提早更换，或者是说在就是固定的里程上面，因为经过统计嘛，大约在1万到15000之间，就要特别去检查这一块。那
在15000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把它更换掉哦，不管是抽换也好哦，或者是说要做清理这样的一个检查。好，大致上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店长松文店长，搞定。好，那我对，们下次来换轮胎。好 ，OK， 下次再约安排换轮胎。 OK， 我们下次再安排其他的保养项目。对，好，大家再见，谢谢。